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忘记拿资料了，顺便给你买了早餐。啊，我健身呢。我吵醒你了？安心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我就来了。我给你带了便当，要不要看看？嗯。酱。你做的这么可爱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，我就给你奖励，因为我有独家秘籍。从哪儿学的？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。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。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？我明明没有放醋，但是有的人呢，好像还吃了飞醋，为什么呢？不要不开心啦。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5G 加物流仓凌霄计划，看起来好高级，好便捷啊。它就是我成立New Way的初衷。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，可以用真正的科技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行。你这个想法好棒。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，但如今它要发布了，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。林远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，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，而且做得这么的好，你就是幸运星本星啊。所以呢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大胆的做就好了。大不了我养你。那我就靠你养我了。好。回来了，辛苦了。你又等我到这么晚啊？好几天都没看到你了，想等你一起睡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太忙了。最近公司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太忙了。真的没有吗？你都瘦了一圈了。放心吧，真的没事。那你去泡个澡吧，早点睡。好。那源头搞不好就是故事呗，毕竟现在林家岛台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。艾哥，就在我们经常见的那家候鸟咖啡厅。好，到时候见。我们很久没有约出来见面了。哥，你真的在攻击New Way吗？你是为了他才出来见我的？说实话，是的，我是很想搞垮New Way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
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这么做？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人。安心，我不要你这种相信，你这种相信已经让我痛苦太久了。我只想要你回来我身边，好吗？林月已经撑不了多久了，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哥，这是两码事。林月她就算是一无所有，我还是会一直陪着她的。难道我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吗？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亲人，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不要再跟林月斗了。安心，落子无悔。林月现在的局面只能怪她自己判断失误，怪不得别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最后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我走了。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，只要他需要你，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跑过去，是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需要你？对不起啊，哥，我现在有点懵，我们都冷静一下吧。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啊？我不能给你幸福吗？我也警告你，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凌月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完全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。我知道你输了不好受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你会让安心出来跟我谈。安心真的去找你了？不用跟我装傻。凌月，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来对付你，赢不了。我是顾安心的哥哥。你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在我两个妹妹之间摇摆不定吗？哥，走。你别。这位林总口口声声说要见你，是无中生有还是欲盖弥彰？你自己心里清楚的很。你再让他受伤一次，我会把他抢回来。走了，吃饭。走，吃饭去了。交给你了啊。怎么啦？又有什么东西没带啊？你知道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知道你当然有事儿。顾氏股市跌停。怎么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跟连月天天在一起，你要假装不知道？林月她最近很忙，我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她了，什么个情况？因为出手彻底打击顾氏，我哥现在身受重创，每天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，连家都不能回。顾氏也快完了，怎么样？开心了吗？你的复仇目的达到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什么叫复仇目的？这件事情我说过了，我不知道。你少装好人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哥会和林月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如果不是你拒绝我哥，他会拼死拼活的去和林月竞争吗？
这全部的一切，都是拜你所赐啊！顾安心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因为一个人的感情而影响2家企业。顾氏一夜之间蒸发了多少市值，多少人的努力和汗水，全部付诸东流。你不配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哥，你怎么样了？看到以后给我回电话。现在怎么办？顾氏集团的人追得我到处跑，连躲的地方都没有。老板让你出去避避风头。当初不是说这是一块大蛋糕吗？怎么搞成这样？的确是块大蛋糕，但是也要慢慢吃，才不会被噎着。刘总，你太心急了。老板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本来想利用顾安生拖牛尾下水，没想到这林月不上当，反而将顾氏集团搞垮了。但也不算是毫无收获。你不要放松，继续盯紧。明白。回来了。这段时间太忙了，都没怎么回家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段时间怎么会这么忙啊？公司有什么事情吗？还行吧，差不多都忙完了。那你的凌霄计划呢？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进展还算顺利。没了？怎么了？到现在你还要瞒着我？顾仙儿来找我了，要不是因为他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么僵。这是商场上常有的竞争，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。可是你可以告诉我啊。我不想让你担心嘛。我可以为你担心啊，我愿意为你担心啊。如果每一次你的无助、你的困难，我都要从第2个人的嘴里知道，那我是你的什么？因为这一次站在对面的是顾安生。我就知道你在意的是这个。我怎么能不在意啊？对于你现在质问我，对于你开始袒护他，我怎么能不在意？顾安生这是自作自受，是他来先惹我的。林月，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凭我跟他认识相处这么多年。是，你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是我比不了。所以你觉得我问你这些是为了维护他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不就是听信了别人的话，在心疼他吗？如果我们2个相处了这么久，到现在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个别人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你要这么想，我无话可说。
顾氏集团现在股票跌停了，投资方也纷纷撤资，公司资产贬值40%左右。我们离做空顾氏的计划已经不远了。从来都是患者跟医生约时间都约不到，没见过你们这么一家的。你还有凌月，拖到现在才过来。要不是因为交了钱，我是不会来的。你呀，就是赤裸裸的秀恩爱。秀什么恩爱？他都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吵架了？没吵架。只是他太忙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个医院的资料袋啊？玛利亚第一医院，我当时实习的第一家医院。后来我走了之后，留下了很多文件夹。你问这干嘛？就是很多年前我的亲子鉴定是这个医院做的，但是我觉得鉴定有问题。鉴定有问题？怎么可能？你说说看，哪个无良医生？看看我认不认识。我之前的时候还真的打听过。是血液科的专家。血液科的专家不会是江涛吧？哦，对，就是江涛，是江涛。那不可能啊！他是我最优秀的专业导师和人生导师，从业30年，经验丰富。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或者说你记错了。我其实也是在想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虽然过去的事情是应该放下了，但是我妈妈还是因为这个离开了，所以我还是想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样吧，你把具体信息和当时检测的具体时间告诉我，我去给你替老师问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个事情真的对我很重要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真的谢谢你。行，我有结果的话，我给你打电话。萱姐，小肖，再来看江医生啊。那个江医生查房去了，你去办公室坐一会儿吧。哎，行，我先去了。哎。是你小子，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？我嘛替朋友问诊，然后顺路给您带点好吃的。算你有良心，知道我好这口。哎呀，老师，您之前是不是一直都在玛利亚第一医院工作呀？是啊，只不过在那儿不是遇上你小子了吗？当年那批实习生，你是最有天赋的，也是最肯吃苦的人。都是您教的好。老师，我今天呢，受人之托，有些事儿想要问你。你说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叫顾安心，他之前呢，在您这儿做了一个亲子鉴定，但是他觉得搞错了。所以想问您，有没有什么印象？顾安心，对。一般的来说，如果有什么误诊的情况呀，我都会做记录。
安心，好像没什么印象。哦，那您要是想起来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，因为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好的。那老师，我先走了。我去，你粉丝都破万了！是时候让我这个经纪人上场了，只要多拍。这个就是漫画的魅力。我看这是贤内助的魅力。他可不这么觉得。你俩还吵架呢？怎么了，肖医生？上次你说 DNA 鉴定的事儿，我继续跟进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些疑问。雨果是你当初受伤的同学吗？对，他叫雨果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雨果的受伤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高处坠落吗？有一部分外伤原因，但是导致患者残疾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在血液中检测到了阿普唑仑，才导致患者手臂出现了严重的神经损伤。那也就是说，我的老师江涛篡改了雨果的病理报告。我不太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跟他无冤无仇的。我也想不明白，所以我找到这份病理报告的时候，我就偷偷去了我老师的办公室，他有为患者录音的习惯，找到了这份关于雨果病理报告的录音文件。江医生，雨果的事情你必须帮我。不行。伪造顾安心亲子鉴定的事情，你也有份。那是你逼我的。归根结底是你的失职。曝光的话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顾安心的事情我会让他石沉大海。小红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了啊。你妈妈是我的好朋友，你现在这样，我也有责任。你责怪我很正常。杨红当时和江涛老师一起在血液科任职，他知道江涛老师是你亲子鉴定负责人，他就偷偷的把血液样本调了包。就是那一份有问题的亲子鉴定，我妈妈最后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杨红的父亲是江涛的导师，当时雨果出事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江涛老师升任副主任医师，杨红就拿着当年亲子鉴定的过错和升职的事情一起来要挟他，江涛就篡改了雨果的病理报告，把他残疾的原因全推到楼梯的事故上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太太，安心小姐找您。哦，安心来了，你让她进来吧。好。安心来了，好久不见了，阿姨都想你了，快进来坐吧。啊，红姨，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，主要是想向您来求证几个事情。哎，什么事儿？当年的江医生，你记得吗？江医生我很早就认识了，但是很久没联系了。他当年给我做的 DNA 检测报告出了问题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
检测报告有问题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我相信我妈妈，她不会做对不起爸爸的事。但如果检测报告是错的话，就说明肯定是有人伪造了鉴定报告，或者是调换了宋简的血液样本。这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安心啊，听阿姨一句劝，谁没有年轻过，谁没有犯过错？是啊，上一辈人的事情，为何要纠缠到我们这辈呢？哎，你爸爸就是嘴巴倔，他心里可惦着你了。自从你妈妈去世之后，我跟他都希望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，把什么好的都给你，希望你过得好。红姨，这些年你对我的好，我都知道。包括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，欣儿在学校对我的好，我也都记得。对了，红姨，你还记得雨果吗？没什么印象，他是谁啊？当年发生事故的人，我的同学。自从上一次他出现在顾家宴会之后又消失，我就找了当年的同学做了一些调查，有的同学在手机里找到了视频证据，可以证明我与当年的那场事故没有关系。有了新的证据固然是好的，再说我一直相信当时是无心之过。不过这件事情也过去太久了，你别总揪着不放，凡事都要向前看嘛。过去的事情都弄不明白，怎么向前看啊？阿姨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你现在跟林月发展的挺不错的，啊，当然你跟林月谈恋爱是你们自己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不过，看在你跟欣儿情同姐妹的份上，能不能不要太为难她？当然，你有什么事，我还是会帮忙的。阿姨还是很喜欢你的，还是会帮你的。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。阿姨，您放心好了，我跟林月会好好的。